2001年，还是喜剧演员的泽连斯基来莫斯科演出时，见到了前来观剧的普京。激动的他不禁在舞台上向普京喊话：“普京先生，您带我走吧，就当给乌克兰抵债了。”惹得全场爆笑。演出结束后，普京上台与参演人员握手，泽连斯基又趁机对普京表达了他的崇拜。他说：“我的偶像，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居然真的见到了您。”此时任谁都想不到，眼前这个忠实的普京粉丝，日后竟会成为全球第一普黑。时光荏苒，23年后的达沃斯论坛上，已经成为乌克兰总统的泽连斯基恶狠狠地隔空咒骂普京，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普京和他的子孙后代都注定永无宁日，得不到安息。他甚至还表示，只要抓住机会，就会对普京进行暗杀。问题来了，泽连斯基是经历了什么，对普京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大？从昔日崇拜的偶像，到如今势如水火的仇人，戏子转总统的泽连斯基，又是如何在黑普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众所周知，在当上乌克兰的一把手之前，小泽是一名喜剧演员。1997年，还在上大学的泽连斯基，应乌克兰娱乐节目团队 KVN 的邀请，与 KVN 的成员共同组建喜剧表演团队95街区，兼任演员、队长、编剧数职。而凭借俊朗的样貌、非凡的喜剧才华，泽连斯基很快成为了95街区的骨干人物。大学毕业后，拿到了法律专业文凭的他，仍选择继续深耕喜剧行业。在他的带领下，95街区进一步发展，拥有了工作室，还加盟了乌克兰国际频道，影响力愈发扩大。泽连斯基本人也凭借出演《与星共舞》《都市爱人》等电视剧，逐渐成为乌克兰家喻户晓的艺人。这一时期的小泽对俄罗斯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他常常会带领团队赶赴莫斯科登台表演，时不时还能见到普京亲自来捧场。2013年，在堪比俄罗斯春晚的跨年节目《蓝光之夜》上，泽连斯基更是登台献唱《新年之歌》，举手投足间活力四射。然而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成为了一切的转折点。2014年初，在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后，克里米亚半岛局势陷入了动荡状态。克里米亚内部脱欧入俄的分离呼声越来越高。尽管隶属于乌克兰，但克里米亚地区的居民却以俄罗斯族为主，乌克兰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因此，克里米亚内部主张回归俄罗斯的呼声最为强烈，分离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2014年3月16号，克里米亚举行了全民公投，最终 96.6% 的选票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普京随即签署总统令，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此举引发了乌克兰人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行径无异于侵略扩张，因此举国上下充斥着对普京的口诛笔伐，反俄情绪空前膨胀。一年，由泽连斯基主演的电视剧《人民公仆》在乌克兰电视台播出，而这也将成为小泽命运的转折点。在喜剧这一块，小泽可谓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像只热衷于讲低级笑话的普通演员，在他以及他的团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辛辣的政治讽刺。人民公仆也不例外，泽连斯基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草根教师总统瓦夏，他的对手是一位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大国总统，在剧情中时常威胁侵吞乌克兰领土。剧中他直言不讳地称这位总统是一位独裁者、脑满肠肥的野心家，还痛斥道：“你连呼吸都在撒谎，连国土都要从别人口袋里偷。”从大国总统、侵吞领土这些字眼不难看出，剧情含沙射影的正是普京对克里米亚的扩张政策。而这部剧在乌克兰火得一塌糊涂，小泽则成了乌克兰最具影响力的艺人之一，甚至还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捆绑效应。由于他在剧中饰演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使得许多乌克兰民众觉得他就是当总统的料。对于绝大多数演员而言，将剧中人物与自己绑定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有可能会阻碍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但小泽不一样，他真相信了自己就是当总统的料。2017年，泽连斯基借用人民公仆的名字注册了人民公仆党，向外界发出了从政的信号。到2018年下半年，泽连斯基已经登上了乌克兰总统候选者的热门名单上。此时他本人甚至从未表示过将要参选总统。到了12月31号，小泽不装了，在乌克兰电视台的新年祝贺中，往年作为艺人出现的他一改常态，端坐在摄影机前，郑重其事地宣布了自己将要参选乌克兰总统的消息。喜剧演员竞选国家总统，够魔幻吧？更魔幻的还在后面。以演员身份杀入政坛的小泽，仅用了1个月时间，便将民调支持率超越了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乌克兰资深寡头政客尤利亚季莫申科，成为乌克兰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者。2019年4月23号，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显示，统计全部选票后，泽连斯基的得票率为 73.22%， 力压得票率仅为 24.45% 的波罗申科，直接把波罗申科给看傻眼了。半路出家的泽连斯基实实在在玩了一波扮猪吃老虎。就这样，泽连斯基正式当选乌克兰第6任总统。而从竞选总统到出任总统这一时期，泽连斯基都主张修复跟俄罗斯的关系，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显然，此时的他还期待着俄乌重归于好的那一天。但一切的一切都以普京政府不愿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而潦草告终。此刻的他如同一个在舞台上唱独角戏的喜剧演员，卖力的表演换不来掌声。
回应他的只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沈笑。时间一久，这位演员总统缺乏能力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乌克兰民众对泽连斯基久无成效的改革深感失望，他竭力推动乌东地区停火的行为，也引发了乌克兰军方和国内右派的强烈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往他身上贴亲俄的标签。到2021年初时，民调显示仅有 12% 的人非常认同泽连斯基的政策及行动，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持不赞同态度。而面对扭转一泻千里的支持率，小泽不知道在哪里实现了龙场悟道。演员出身的他选择重操旧业，在辽阔无垠的国际舞台上开始了他的卖力表演。这一次，他的角色人设是普京的死对头。从普粉到普黑，小泽如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人设的蜕变？除了国内反俄情绪与一厢情愿的谈判笑话之外，答案已经十分明显。成为普黑能让他拿到此前难以想象的好处。自从跟普京大帝作对之后，小泽扭头一看，好家伙，整个北约成了他的粮仓、银行、军火库。大洋彼岸的鹰将还时不时送来美钞，端上美械军火，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好好打仗。这种天上与地下的反差感，如同一个遭受冷眼嘲笑却忽然得到失传天阶功法的小说主角。演员出身的小泽怎么可能拒绝这种诱惑呢？时间回到2022年2月24号，为回应乌克兰企图加入北约而造成的北约东扩局面以及顿巴斯冲突的影响，普京正式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自此正式拉开帷幕。3月24号，泽连斯基签署2021年第117号总统令，要求乌克兰重新占领、合并目前处于俄罗斯控制下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凡堡地区，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紧张的局势下，俄乌双方在乌东边境陈兵数万，战争一触即发。时至今日，3年前第一发自枪膛射出的子弹仍在这片土地上徘徊，看不到停下来的希望。2024年1月15号，泽连斯基抵达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翌日的发言中，泽连斯基当众诅咒普京及其包括女儿、孙辈在内的后代不得安息，不得好死。这不是泽连斯基第一次在媒体镜头前关心普京同志的身体状况。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就曾声称，如果弗拉基米尔·普京死亡，莫斯科所有工作将会陷入停滞，克宫将会着手处理国内矛盾，俄乌冲突就将提前结束。除了在言语上攻击普京本人之外，他还试图从根本上否认苏维埃政权，以此来激发更多人对俄罗斯的仇恨。2020年1月，泽连斯基在访问波兰时公然指责苏联与德国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魁祸首，而波兰和波兰人民首当其冲，成为两个集权体制相互勾结的受害者。2023年5月3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忽然传来尖锐的爆鸣声，两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朝总统府邸发起了袭击，克宫屋顶发生爆炸，出现大火球，好在普京躲过一劫。无独有偶，2025年5月20日深夜，普京乘坐的直升机刚降落库尔斯克州，46架海妖3自杀无人机便呼啸着扑来，并分成了3波，每一波都组成乌泱泱的蜂群，一波潜伏企图绕开雷达，一波佯攻吸引火力，一波则直接扑向普京所在的库尔斯克2号核电站工地。好在俄罗斯防空部队反应迅速，将无人机全部拦截了下来。对于这样的惊魂时刻，普京倒是显得相当淡然，他甚至开玩笑地打趣道，这算是我见过最热情的欢迎仪式了。大家都看出来了，自俄乌冲突以来，泽连斯基就一直忙个不停，从北纬跑到南纬，从西京跨到东京，为支援乌克兰前线而满世界拉赞助。与此同时，他还一转此前对俄罗斯的软弱态度，多次公开叫板普京，像当年人民公仆里一样，将其形容为侵略者、独裁者，与这位昔日偶像彻底撕破了脸皮。而他在冲突中所展现出的对俄强硬态度，也让他的支持率迅速回暖。2025年3月，乌克兰某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相较此前再度上涨了10个百分点，目前已经达到了 67% 左右。谁成想，这位曾因能力不足、疑似亲俄等标签而遭遇政治危机的演员总统，居然在战争与仇恨所编织的罗网中，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泽连斯基对普京的恨之入骨，究竟是像他表现出来的一般发自内心，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作秀？无论如何，这位演员总统被仇恨所冲塞的面具，或许已经与他的脸融为了一体，彻底无法再度取下。眼看着日俄两国围绕南千岛群岛又出现了激烈的争端，有分析人士预测称，再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就有可能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了。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一直控制着南千岛群岛不愿让步呢？日本为了拿回南千岛群岛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现在日俄两国关于南千岛群岛的争议主要来自于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普茨茅斯合约。在这份合约当中，俄罗斯将南千岛群岛直接让给了日本。但是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放弃了对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领土要求。
当时的千岛群岛处于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日本根本无力向苏联讨要这一部分的领土。慢慢的，对于这一片领土，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按理来说，关于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权应该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因为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本质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原来南千岛群岛一直都由苏联占领，后来苏联解体之后，这一部分领土自然也被移交到了俄罗斯的手上。经过多年的经营，南千岛群岛上的居民也大多为俄罗斯族，岛上的居民无论是从文化语言还是从生活习惯上来讲，都更加亲近于俄罗斯。而且日本对南千岛群岛所谓的主权要求依据的不过只是日俄战争之后双方所签订的条约，但日俄战争本身又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日本人在占领南千岛群岛的时候也就缺乏最基本的国际法理。曾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苏联在对待南千岛群岛问题时也表现得格外强硬。因为这一部分的领土争议，苏联政府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政府都没有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面对强大的苏联人，日本也只能硬生生地咽下了一口恶气。因为日本的军力和国力跟苏联完全不在等级上，他们根本没有胆子像日俄战争时期那样去招惹苏联。但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快速下滑，这就让日本看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于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政客又将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公开提了出来。其实在本世纪之初，为了与欧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俄罗斯对于日本政府和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还是相当温和的。因为日本之所以会选择在冷战结束之后跳出来向俄罗斯就领土问题发难，它的背后必然有美国和整个西方集团为其撑腰。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平和一些，也是为了向欧美各国示好。但到了2012年之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个时候，俄罗斯便一改之前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日本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就在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南千岛群岛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如果日本人对此不满，可以去切腹自尽。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嘲讽日本称，他们故意将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故事从记忆中抹去，这其实只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顺从和恐惧。而就在1月3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发表了一番演讲。在岸田文雄的演讲当中，他表示日本政府未来不排除会与俄罗斯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岸田文雄并不排斥与俄罗斯政府就南千岛群岛问题展开谈判。但同时，岸田文雄又强调称，日本未来也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岸田文雄在这里所说的制裁，是日本在俄乌冲突之后跟着美国一起发起的对俄制裁。也就是说，日本是否要解除对俄制裁，其决定权并不在于日本的手中，而在于美国的态度。对于岸田文雄的这一言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一位评论员直言不讳地对其讽刺道，目前岸田文雄深陷黑金政治丑闻，如今却又想着拿南千岛群岛问题来做文章，他的行为实在是秃子拿梳子。梅德韦杰夫也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评论道，南千岛群岛并不存在任何争议，那里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人对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也根本不感兴趣。当地时间1月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远东地区。在视察的过程当中，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未来准备将南千岛群岛开发成旅游区域。而且普京也强调，未来自己一定会到访南千岛群岛。普京的这番言论立刻就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但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兴趣在这件事情上与日本过多纠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和开发权依然被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日本想要在短时间内夺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日本如果想实现自己对南千岛群岛的野心，也只能够寄希望于未来了。但未来的道路也注定充满了坎坷与荆棘，甚至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再这样下去，日本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熟悉日本历史的人应该都会明白，日本历来都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国家。他们之所以会在南千岛群岛的问题上对俄罗斯发难，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正所谓虎老雄威在，不管日本对南千岛群岛这怎样的图谋，他们大概率只能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来向俄罗斯施压。毕竟俄罗斯的手上还留有苏联时期制造的大批核弹头。如果日本在这个时候直接向南千岛群岛做出强硬举措，必然会遭到俄罗斯的强硬军事报复。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想必日本政府的高层政客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1月30号，梅德韦杰夫再次宣布，未来俄罗斯极有可能在南千岛群岛地区部署新武器。这一做法相当于直接终结了日本政府对于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幻想。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东北亚的一系列事件看似是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之间的博弈，实际上，美国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如影随形的。因此，俄罗斯宣布在南千岛群岛上部署新武器，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日本，其真正要针对的目标，恰恰是站在日本背后一直操纵着局势的美国。而从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所做出的一系列行动来看，美国大概率是不愿意直接与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代价美国人根本承受不起，日本自然也难以承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对于南千岛群岛的控制，况且那里如今已经被完全俄罗斯化了，就算今天日本能够用武力手段将南千岛群岛夺过来，想要对其进行开发和治理，也必然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如今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拿回南千岛群岛，更像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可行性的正式口号。日本的政客们之所以会不断强调这个目标，本质上也是想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为自己所在的政党捞取选票而已。因为日本想要趁现在拿回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他们既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治理能力。另外，此前俄罗斯政府曾经放出消息称，他们准备邀请中国加入南千岛群岛的开发计划。虽然中国方面并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但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对于千岛群岛的控制权是充满了信心的。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日本在世界近代史上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在东北亚地区占据一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本质上还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造就了日本的强大。归根结底，日本只不过是一个罪尔小国，其影响力也远远没有大到足以令中俄两国心惊胆战的地步。如今的日本只不过是回到了历史中他们本来的位置上而已。而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影响力的迅速衰落，南千岛群岛问题最终也必然会随着日本的妥协和让步而告终。这个本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被炒作起来的话题，最终也必会因为政治格局的改变而迎来终结的时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向世人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无论政治口号喊得再怎么响亮，一旦失去了实力的支撑，所有的目标都将沦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